你看你们这些书啊，你们才是大学问家嘞。哪有？哎，这要是跟你父亲比，那就更差得远喽。哎呀，陈副总理还知道我父亲呢。那我当然晓得了。你父亲啊，年轻的时候啊，就创建了《进步刊物》《浙江操》，这和当时的《新青年》《湘江评论》齐名哦。后来他又到了日本去留学，毕业时候啊，他考了第1名，震惊朝野嘞啊！没想到陈副总理这么了解我父亲。那是当然喽。哦，我还晓得你的父亲为啥子叫蒋百里。哦，这个我父亲倒是没跟我说过。就是啊，百里挑一嘛啊！哎呀，我今天来啊，就是先打个前站。过几天呢，毛主席和周总理啊，还要亲自接见你们。今天啊，我就跟你们一起干活啊！不用客气，不用，不行。来啊，这次日内瓦会议开得好啊，收获之大，超过我们的预料啊。是啊，这次我们的外交队伍经过了这次会议，得到了很大的锻炼。特别是我们交了很多的朋友，包括一直和我们敌对的西方国家。其实啊，我们真正和他们接触起来，你会觉得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现在最恼火的应该是杜勒斯喽，他是以捣乱开始，以失败告终。是，这个杜勒斯真是个反共专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早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他就游说美国的几个盟国，想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带成立一个东南亚防御体系。可是呢，你一看，现在日内瓦会议刚刚结束，他就跟日内瓦会议精神唱反调，四处奔波，加快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步伐。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他连连碰了几个钉子。正所谓机关算尽，事与愿违啊。东南亚的几个大国主要是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西兰，他们早就知道杜勒斯搞的所谓东南亚条约组织就是军事联盟，都不愿意绑在美国这架战车上，所以都拒绝美国参加在菲律宾召开的马尼拉会议。后来啊，这个杜勒斯又想了新的花招，以增加美元为诱惑，可是这4个国家都没上当。这说明啊，世界人民已经觉醒喽，不会再甘当帝国主义的马前卒啊。是啊，主席啊，还有一个情况，我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呢，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尼赫鲁总理和乌努总理向我透露，他们将准备在印尼召开一个没有西方大国主宰的亚非会议。啊，好啊，这可是个新生事物啊，我们要争取参加。这个亚非会议的发起国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战后第一个脱离了荷兰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自由的一个东南亚大国。可惜呀，我们没有机会和印度尼西亚的国家领导人会晤。我们驻印尼的大使已经卸任2年了，至今空缺呀。印尼在东南亚的位置十分重要，我们要选一位成熟的大使过去，先把工作开展起来，不能让2国的邦交关系有名无实啊。不瞒主席呀，为了这个人选，我已经几个晚上没睡好觉了。我首先想到驻印度大使
袁忠贤。他刚柔相济，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能应付自如。可是，印度的外交工作也很重要，我们也不能拆东墙补西墙啊。后来我又想到了缅甸的大使姚宗明，他是个练打精干的好大使。可是啊，缅甸的外交工作也很重要啊。没曾想，恩来也有愁眉不展的时候啊！哎，主席呀，你是不是有更好的建议呀？我看这个空缺，就让黄振去顶。黄振他刚刚从匈牙利卸任，他的夫人朱琳又刚生孩子，正在坐月子。古人云：“慈不长兵。”我们这么做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是我相信，黄振同志会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我之所以看重黄振出任印尼大使，因为他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强项。主席啊，什么强项？艺术气质。黄振是上海美专毕业，是红军中为数不多的画家，而印尼总统苏加诺又是一个喜欢绘画和收藏的总统。这两个人啊，是情趣相投啊，有利于工作的展开。是啊，主席真是知人善任。好，那我尽快的找黄振谈谈。好。倩倩，我们看看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呢？乖宝贝啊，真乖，真乖。睡着了？来，给爸爸抱抱。给爸爸抱抱，小心一点。总理找你谈话，谈什么啦？总理说，让我到印尼当大使。啊？咱不是刚回来吗？而且总理答应我们了，说让我们过2年再出去啊。是啊，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嘛。印尼的位置很重要，总理说，马上要在印尼召开亚非会议，而中国驻印尼大使这个位置已经虚位2年了。那这孩子这么小，我没有答应他们俩不出去了。你的情况，总理都知道。他说让你可以先不用出去，让我先走。你一个人出去，我也不放心啊。爸爸，你们又要去哪儿啊？我不想让你们走。妈妈，你又要走了。你不是答应我了？小五，妈妈又说话不算话了，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小五。爸爸也不想走，但是爸爸有工作。你放心，爸爸很快会回来的。
在这儿待了1天了，咱们回家吃饭吧。我还想自己单独待一会儿。别想这么多了。他毛泽东又赢了我一次。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中共就在日内瓦会议上实现了印度支那半岛的和平。接下来，他们会集中精力，转过头来对付我们。现在我们唯一能期盼的就是美国。此前他们协助我们防御台湾，一直态度暧昧。去年杜勒斯还拒绝见我们的特使，就是害怕我们卷入中共的军事冲突。现在的中共势力是越来越大呀，特别是在日内瓦的会议上，中共在国际的影响力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我想，美国人不会无动于衷的。父亲，母亲，父亲，美国那边有消息了，杜勒斯已经会见了我们的人。美国人是什么态度呢？艾森豪威尔总统有意要与我们签署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以共同抵抗中共那边对我们的军事威胁。大力，这下好了吧？走，咱们回家吧。回家吃饭。Foster, I got to tell you, I've read the Treaty of Manila that you signed. A monumental achievement indeed after all those days of traveling around. Now, how are you feeling now? I mean, that damn cancer. Thank you, sir. I owe my life to this country. I have no regrets if I die defending the interest of my country, sir. Foster, I'm proud to have you as my Secretary of State. Thank you, sir. Now, tell me, why have you come? Well, when I was in Manila, I took a stroll down its Chinatown. Prosperous place full of a lot of hustle and bustle. And, you know, I got the impression that these Chinese might be a little harder to deal with than the Russian. Sir, if these overseas Chinese are converted to communism, they won't be held back no matter how many treaties we sign. Well, this is why we must step up the blockade and containment around communist China. Now, Pakistan,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have signed the Treaty of Manila, while Vietnam, Laos, and Cambodia have been placed under its protection.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been brought under our control. If we can get Taiwan activated, a crescent of encirclement should take a space around communist China. Well, sir, Chiang Kai-shek has always been trying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ituation to make his comeback to the mainland. We shouldn't be his pawns. I couldn't agree with you more. We must avoid, at this point, being dragged into another head-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communist Chinese. It's not in our best interests. This is why we must keep Chiang Kai-shek under a tight leash. Well, we could booster Chiang's regime in Taiwan, though not without the promise that they must consult us first before launching any strikes against the Chinese mainland. Yes, this should be written into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Otherwise, we're not signing on to it. Yes, sir. 总理，您快请。陈老总在吗？在。老陈。老陈。总理来了。哎呀，欢迎欢迎，总理啊！陈老总啊！张全，赶快把人家送给我的明乾龙井茶拿出来，给总理泡茶。好嘞。快，请坐。哎呀，坐。我说总理啊，
有啥子重要事情，你招呼一声，我去你那儿不就得了？还要你亲自大驾光临啊？是啊。什么大驾光临？哎，我就不能到你这来坐一坐？哦，欢迎欢迎。总理，老陈，你们俩先聊着。好好好，哎，我擦，怎么样？果然是好茶呀！哎呀，总理哦，你到我这儿来，不光是为了品茶吧？当然不是，我是来和你谈一谈下一步的工作。工作？有新任务了？我和主席商量了一下，准备给你加担子，没意见吧？没得问题。哎，参加革命这么多年，不都是你跟毛主席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吗？没有啥子意见嘞。好，好啊，陈老总，要的就是你的这种态度。主席的意见是，今后啊，由你来负责外交部的工作。哎，我说，你这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怎么也有惊慌失措的时候？我说总理哦，你开啥子玩笑嘛啊！我这个人呐，干啥子就行，就是干不了外交。为什么？哎呀，总理哦，你我留法勤工俭学，到现在算下来也有30多年交情了。我这个人啊，你是最了解的啊，说话太直，感情用事。哎，情绪一上来，啥子话都敢讲。哎，信口开河，破坏性太强了。这要在党内呢，给哪个同志造成伤害，还可以去解释；只要在外交上这么一搞，那就砸了锅了啊！毛主席看重的就是你的这一点，感情真，讲话直。正因为真性情，才能交到真朋友啊。至于砸锅，没错，我们就是要在国际外交斗争中砸帝国主义的锅。好了，夫人，休息一会儿。哎呀，别动！母亲，有事吗？父亲，美国人已经同意跟我们签订协议了。太好了！他们提出什么条件了吗？父亲，艾森豪威尔总统明确地要求我们承诺，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我们不能对大陆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么说，这个共同防御的协定，就是为我们日后反攻大陆套上了一副枷锁。父亲，大理，你就答应他们吧。现在保护台湾的安全可是第一位呀。达理，老陈，喝口水吧。春儿，你看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呀，
我能担得起吗？我觉得，既然主席和总理都那么信任你，你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可是我的心里边啊，还是没有底哟。你看啊，万一砸了锅，这会造成国际影响，我不成了历史罪人了。你别想的太多。嗯，我觉得呀，你一定可以干好。好啊，那就谢谢你的吉言了。哎，不过呀，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嘞。我？准备什么呀？我都想好，无非呀是这4个结果。这一呢，干出一番成绩；二啊，干的一般化哦；这第3呢，会犯大错误；这第4啊，得一场大病哦。哎，老陈，我不许你再说这些。你别想那么多，你只要记住一条，无论是什么结果，我还有孩子会永远在你身后。亚非会议啊，目前已经在全世界引起各国的注目啊。世界上只有国际会议这个词以来，从来没有一次会议是在没有西方大国参与下，只有亚非有色人种共同发起的。所以啊，我认为此次会议，我们新中国绝不能缺席。哎，这个印尼方面会不会给我们发邀请函啊？我已经通过各种渠道与苏加诺总统进行过沟通，表达了我们参加此次会议的愿望。但是，据可靠的消息啊，英美等西方国家也在对苏加诺总统施加压力，企图阻止我们参会。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为了鼓励中国，美英等西方国家那可真是煞费苦心呐。围追堵截。是啊。对苏加诺这个人，你们怎么看？苏加诺呀，他作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他还做过殖民者的牢，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对民众之中爱，威望也是很高的哟。是啊。不过，苏加诺对中国还是有些顾虑，因为在印尼有270万华侨，我们同印尼政府一直以来对这个问题没有谈出更好的结果。这就是说，他担心新中国会利用华侨的势力对印尼搞输出革命。不错。所以啊，下一步我们还是要多做做苏加诺总统个人的工作，让他打消这种顾虑。哎，黄镇大使去印尼赴任了吗？哦，他已经到达广州了，准备从香港乘荷兰的远洋客轮到雅加达。告诉他，到了印尼之后，先稳住阵脚。在诸多矛盾中，先解决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要有思想准备，我们处于劣势，这一仗开局是很艰难的。还是我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Presiden, Mr. Jones sudah di depan menunggu Bapak. Suruh masuk aja. Mr. President. Mr. Jones! You play the piano wonderfully. Oh, thank you very much. How are you? I'm very well. So, what brings you here? Mr. President, I've come today with something very important. I've been entrusted by Secretary of State, Mr. Dulles, to convey the opinions of President Eisenhower. We are in full support of the Asia-African Conference. However, the US, Britain and France cannot accept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hope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cannot be included. So to have a put aside, what side do you mean? I mean, with respect to the participants, we hope... Kamu ada tamu bukannya dikasih teh dari tadi. Ya, Pak. Siapa? I'm sorry, Mr. Jones. Never mind, Mr. President. I just want to make my position clear. About the ideas from your government, yeah? I consider and think about it seriously, but Indonesia is not the only country in this conference. Yes. There is also other country like Thailand, India, and others. So, I think we should hear their opinion, right? Sure. We will also contac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ose countries, and thank you. And of course, the final decision is with you. I agree. I will make your president happy. Please tell Mr. Eisenhower and Mr. Dell that they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I will take care and I will handle the problems of the communism. Relax. Very good. Well, Mr. President, it's been a pleasure meeting you today. I think I should be leaving. Yes, thank you. You don't take your coffee, please? I'm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总统对此事深为堪忧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和行动，不能让这个势头蔓延下去。所以，这次亚非会议一定要把他们拒之于门外。对此事，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这次会议是由印尼总统苏加诺发起的，这个人的态度至关重要。我听说美国方面已经向他明确表态，不希望中共来参会。苏加诺，我告诉你，苏加诺这个人就是个桀骜不驯的人，他不会听任何人对他的摆布。你看，表面上他在经济上倚仗美国人，可实际呢，他在暗中又想借助中共的力量抵消美国对印尼的影响。
他是希望让中共来抑制美国，光有美国盟友的力量是根本不够的。对付像苏加诺这样的枭雄啊，我们要抓住他的弱点。我觉得，他现在对中共最大的顾忌就是，在印尼居住的200万华侨。前方同志，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问题做文章。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想法了，是吗？来，具体跟我说说。好啊。哎呦，陈副总理真是能文能武啊！您的字儿啊，写得真漂亮。子峰啊，今天我找你来，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啊。举世闻名的亚非会议就要召开了，毛主席非常重视这个会议啊。但是呢，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拿到入场券哦。陈副总理，黄大使他不是已经去找加达夫人了吗？黄大使干的是上层工作。刚刚得到消息哦，台湾当局派了很多特务到了印尼，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千方百计的呀，破坏我们拿到入场券。他们肯定要搞一些个破坏活动，至于搞啥子还不晓得。子峰啊，你马上赶到印尼，跟黄大使一起，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入场券拿到手。我们只要拿到这个入场券啊，才好登台唱戏哟。明白。好，等待你的好消息。您放心，子峰保证完成任务。好。欢迎特派员，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柯站长辛苦了。不辛苦，这边请。好。特派员，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把消息传达出去了。很好。但是苏加诺总统府那边好像没什么动静。不要着急，苏加诺这个人，看似外向粗鲁，实则生性多疑，城府很深，是只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光凭这么一份来历不明的情报，根本就骗不了他。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无非就是想在他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小种子。我相信，随着事态的发展，这颗小种子一定能长成参天大树。这边请。好。特派员请。老板，老板。好地方，柯站长。这是行动计划，你看一下。记住，这次行动代号叫“笃信”。特派员，我们当然要执行上峰的命令，但是你知道，这2年我们没有收到1分钱经费，弟兄们坐吃山空，这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我们当然会豁出去性命执行这次任务，但是难度太大了。
站长。说实话，特派员，这2年，少峰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们。我们以为委员长和少峰把我们都抛弃了。今天真的没想到，今天真的没想到。请特派员转告蒋委员长，我柯文和所有的弟兄誓死保卫党统，誓死忠于蒋委员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些话都转告给委员长。你也转告兄弟们，事成之后，每人10万港币。特派员，兄弟们，我都交代好了，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立刻可以采取行动。先不急，等中共派驻印尼大使黄振到的时候再行动。明白了。 Apakah sumbernya dari Amerika informasi ini? Dari kami sendiri, Pak. Kami punya informan yang bekerja di stasiun intelijen CIA di Jakarta. Pak Presiden, jika PKT benar-benar mengirimkan agennya ke Jakarta dan secara diam-diam mengembangkan organisasi militer di kalangan keturunan Tionghoa, ancaman terhadap kita terlalu besar, Pak. Saya menyarankan darurat militer yang komprehensif harus segera dilaksanakan dan membasmi organisasi komunis secara tuntas sebelum situasinya menjadi kacau, Pak. Apa kamu tidak merasa aneh muncul informasi di saat situasi seperti ini? Maksud Bapak, apakah ada yang salah dengan informasi ini, Pak? Kalau seandainya mereka mau mengekspor komunisme Tiongkok ke Indonesia dan Asia Tenggara, harusnya tidak dengan cara seperti ini. Dan tidak dalam situasi yang seperti ini. Menurut Bapak, apakah informasinya yang salah, Pak? Mao Zedong dan Zhou Enlai bukan revolusioner baru kemarin. Mereka bukan orang bodoh. Dan bagaimana bisa hal yang super rahasia ini bisa bocor ke intelijen AS? Jadi, maksud Bapak, apakah mereka sengaja memberikan informasi palsu, Pak? Tidak bisa secepat itu. Kamu kerja buat ekstrem kiri kan informasinya? Siap, Pak. Lapor kalau ada yang bocor. Siap, paham. Pak Presiden, kami baru menerima surat pengangkatan duta besar baru dari Tiongkok. Mohon dibaca. Wang Zhen jadi duta besar baru dari Tiongkok. Besok pagi dia akan tiba di Jakarta. Tujuan kedatangannya ke sini pasti ingin mengajukan Tiongkok supaya ikut berpartisipasi dalam konferensi Asia Afrika, Pak. Bagaimana respon Bapak? Pak Presiden, selain duta besar dari Tiongkok, ada duta besar negara lainnya juga yang akan menyerahkan surat kepercayaan. Apakah Bapak berkenan mengatur waktu? Saya minta waktu khusus untuk menerima mandat dari Wang Zhen. Khusus. Baik, Pak. Tampaknya Bapak sudah punya jawaban terhadap mereka, Pak. Tidak ada persahabatan yang sejati. Yang ada hanyalah kepentingan yang abadi.
世界上，我心不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凉热，云水间响彻我们沐浴的潮。